1993年的一天，故意杀人犯任雪被枪决，但是他的死却让无数人感到惋惜。1971年，任雪在新安县一个农村出生，她是家里的小女儿，有2个哥哥。因为家庭贫困，家中重男轻女十分严重，父母认为女孩子以后早晚都要嫁出去，不需要太多文化，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所以任雪的父母将所有的钱和精力都用在任雪的2个哥哥身上。任雪并没有因为父母的偏袒而对父母产生抱怨，因为村子里很多女孩的人生都是这样的。虽然任雪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但长大后的任雪出落得亭亭玉立，样貌甜美，整个村子都找不到几个像她这么漂亮的。每个人见到任雪都是一顿夸，男人看到任雪都非常动心。任雪的美貌让她有了更多的选择，父母想让任雪嫁个有钱的人家，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彩礼，2个儿子的婚事也就不用发愁了。任雪的父母在彩礼方面要求很高，一张口就是5000块，这些钱在当时算是天价数字了。村子里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虽然都想把任雪娶回家，但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任雪的父母又不愿意妥协，于是就谣言四起，说任雪靠自己的姿色故意捞钱，说人家是卖闺女之类。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在技校他踏入了人生的不归路。天生丽质的任雪在技校依然是校花般的存在，受到不少男生的关注和追求。性格开朗活泼的任雪也并不刻意回避这些毛头小子，而是乐意享受公主一样的待遇。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尤其引起他的注意，他是一位矿领导家的孩子，家里条件优越，也对任雪情有独钟，于是2人便频繁地交往起来。中学阶段的早恋往往难成正果，但是热恋中的少男少女哪管这些，任雪同对方打得火热，而且心中也很有想法。一个贫家女孩真的要攀上了这棵大树，这辈子就幸福了。2人公开牵手出入校园，俨然一对情侣，甚至在某天偷尝了禁果。那时候这个年龄的少年还比较青涩，对避孕什么的没有什么把控，于是不到17岁的任雪便怀孕了。任雪怀孕的事情很快就无法隐瞒，2个小孩都十分慌张，情急之下，男孩将事情告诉了家里人。男孩母亲把他大骂一顿，指责男孩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孩，并且催促男孩逼迫任雪打胎。无奈之下，17岁不到的任雪孤身一人来到医院打胎，但是这件事情依旧在小镇里面传开了，任雪的名声坏了，父母对她更是厌恶，一来二去，任雪的婚事就耽搁了。技校毕业后，任雪的父亲就托熟人把任雪和他2哥全都安排在了一家矿场打工。任雪进入矿场成为临时工人，虽然是临时的，但工作轻松，转正后工资不低，也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为了尽快获得正式员工身份，任雪非常认真，努力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任雪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皮肤白皙，脸蛋好，眼睛明亮，是大家公认的厂花。但也是因为这姣好的容貌，任雪被矿场长戴德昌盯上了。任雪一开始并不屈服，但是任雪的2个哥哥也在矿场上做临时工。戴德昌见任雪反抗，就用任雪的哥哥威胁他，并且提出只要任雪听从他，就立刻给他转为正式工，从事更高级的技术工作。任雪在诱惑与威胁的双重压迫下，最终答应了戴德昌龌龊的要求。就这样过了3年，任雪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戴德昌答应给他的工作一直都没有着落。后来群众举报戴德昌偷税漏税，上头派了工作组来矿场进行调查。本以为这次调查能让戴德昌有所收敛，让任雪的境遇能够好一点，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任雪却因此被推入了更深的深渊。工作组来之后，戴德昌带着任雪请工作组在广场招待所吃饭。在吃饭期间，工作组的人看中了任雪，想把任雪弄到手。如果戴德昌能做到的话，就不会追究戴德昌偷税漏税的问题，要不然就严惩不贷。虽然戴德昌不想把任雪拱手让出，但又不想被调查，便威逼利诱任雪，对任雪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任雪表现好的话，就会给他一份好的工作，他的家人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任雪只好答应了。然而当调查工作组的人走了之后，戴德昌又翻脸不认人，不答应给任雪工作，还说任雪什么文化都没有，又是一个女人，什么也做不了。任雪才意识到自己被戴德昌耍了，她非常愤怒，而自己先前被许诺的工作竟然由戴德昌的亲女儿小丁来担任。
任雪再也无法忍受，决定报复戴德昌，对他的女儿下手。任雪找来自己的朋友曹琳琳，他向曹琳琳讲了自己的经历，曹琳琳也十分气愤，二人谋划，决定将小丁杀害。于是任雪以许久没见面为借口，约着小丁去散步。在荒无人烟的田地上，曹琳琳冲出来将小丁制服。二人将小丁勒死后，为了毁尸灭迹，将汽油泼在小丁身上，点燃焚烧。当时政府有明确的律令，禁止在荒野处烧野火。两人的行为很快引起了附近村民的注意，村民连忙赶来。二人见有人来后急忙逃窜，村民只看见两个人影而不见容貌，再走去近处看，发现是一具被烧焦了一半的尸体。村民急忙报警。事情败露不久，任雪与曹琳琳便被逮捕，判处死刑。2001年6月27号晚上，杨洋到高小斌家，在查看高小斌的手机和电话本时，与高小斌发生争执和厮打。在厮打中，杨洋杀死了高小斌。2001年4月8号，杨洋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2002年9月9号，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洋死刑。杨洋提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终审判处杨洋死刑，缓期2年执行。杨洋原本是一名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工作稳定，并且已经打算出国深造。可究竟是为什么在激动之中失手杀人，又为什么会对高小斌产生仇恨？这件事还得从杨洋小时候的经历说起。杨洋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洋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洋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杨洋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她是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杨洋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是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洋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高小斌。杨洋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有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杨洋毕业于厦门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杨洋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杨洋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洋，让他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杨洋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他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杨洋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半年后，在最终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杨洋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高小斌。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杨洋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杨洋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高小斌。这一年杨洋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杨洋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洋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高小斌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杨洋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杨洋给他留个电话，借口是以后好找杨洋咨询。当时公司对空姐们的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高小斌挺诚恳的一再要求，杨洋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号码给他。杨洋经常会碰到一些多情旅客的纠缠，他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留，就一个传呼，回不回也就那么回事。后来到了厦门，高小斌就经常呼杨洋，约他见面吃饭。这个期间，杨洋只回过一次电话，以没有时间推辞了高小斌。杨洋认为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高小斌每次来厦门都呼杨洋，但杨洋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继续读书，没有理睬高小斌。杨洋和高小斌相爱是杨洋到北京读书1年之后的事情。在北大读书的第2个学期，突然有一天，
宿舍楼下看电话的阿姨叫他接电话，杨洋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杨洋也喂了一声，杨洋一下就特别清晰叫出了高小斌名字。虽然隔了1年，但他的声音杨洋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杨洋很激动，心想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着，还记得自己。杨洋就问高小斌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电话。高小斌告诉杨洋，是杨洋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杨洋时，杨洋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高小斌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杨洋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高小斌。第二天，高小斌就开着奔驰轿车来北大接杨洋。1年多过去了，杨洋还记得首次见到高小斌时候的情景，他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角，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的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杨洋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就这样，高小斌对杨洋展开了爱情攻势。高小斌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对杨洋这个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她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杨洋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那时候杨洋毕竟只有21岁，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学生，而高小斌是个非常有朝气的青年富商，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他对杨洋说自己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要当中国第1个总统。这番不着边际的自我吹嘘，却让杨洋感到高小斌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就这样，单纯的杨洋和高小斌相爱了。高小斌经常捧了鲜花来学校门口等杨洋，因为他知道杨洋特别喜欢鲜花。高小斌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杨洋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高小斌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杨洋聊天，带他去13.0。为了追求杨洋，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头开始学习。杨洋想，这人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尽管杨洋也知道高小斌到北大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高小斌来了2趟，实在听不进去课，就再也不来了。只要不上课，杨洋就打电话给高小斌，让他开车来接自己出去玩。高小斌也成了杨洋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有一天，杨洋的手不慎被开水烫伤了，他鲜嫩的手背上马上起了水泡，泪水在他的眼里打转，他捂住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立即想到了高小斌。刚打完电话不久，高小斌立即开车来到学校，急忙送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后，杨洋发现自己对高小斌的依赖和感情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天，高小斌突然让杨洋下课后去亚运村的罗马花园。杨洋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杨洋近一点，高小斌在房价很高的高档住宅区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让杨洋去时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杨洋很意外地见到高小斌的朋友，有他的同事、司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杨洋一下子愣了。本来当时杨洋跟高小斌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亲密无间的地步，但高小斌这样做明显是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杨洋当时也默认了。高小斌跟杨洋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你就搬过来住吧。杨洋就搬进了罗马花园。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可是好景不长，在与高小斌同居的日子里，杨洋发现高小斌总是打电话说着他不懂的闽南语。杨洋隐约能够感受到高小斌有事情在瞒着自己。虽然杨洋在闽南长大，但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北方的家庭背景中，没有闽南的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可是杨洋听高小斌打电话吞吞吐吐的语气听出了异样。有一次，高小斌打电话回老家，杨洋无意中听到了高小斌说孩子什么的。杨洋开始怀疑他在泉州有家庭和孩子。他没有直接询问高小斌，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保姆打听。高小斌家的保姆是他泉州老家的，对高小斌比较熟悉，但知道内情的保姆支支吾吾不肯对杨洋说，只说高小斌这个人挺好的，你们好好相处。一听保姆的口气，杨洋明白了一切。虽然杨洋爱高小斌，但他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自己无缘无故的被删了。于是杨洋拉住高小斌，专门谈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还没等开始说话，杨洋就呜呜地哭了。高小斌对杨洋说了自己婚姻很不幸，
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这一次，高小斌为了表白与妻子没有感情，无意中泄露了自己在杨洋之前曾经有一个女友，是北京某服装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了高小斌。高小斌跟杨洋保证，自己一定会尽快跟妻子离婚，也会妥善处理好孩子的事情，给杨洋一个名分。杨洋见高小斌这样真诚地对待自己，也就释然了。于是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上一集我们说到高小斌跟杨洋坦白了自己的婚姻情况，并保证会尽快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两个小情侣当下就和好如初，又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可是杨洋在不久之后查出自己怀孕了，因为她还是在校学生，又是首次怀孕，她很害怕。但为了不影响学业，也不想因此影响到高小斌，杨洋就悄悄地跟高小斌商量后，把孩子打掉了。打胎的事情到现在杨洋都耿耿于怀。杨洋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理上一直不平衡。杨洋打胎后，高小斌加倍呵护杨洋，但每次杨洋追问高小斌离婚的事情时，他总是说孩子还小，如果现在离婚的话，肯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而且杨洋还在上学，上学期间就结婚，对杨洋也不太好。杨洋只好说又给了高小斌一段时间，并且两人约定，如果2年内不处理好离婚事情，就分手不再联系。这个期间正是他们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而且只有22岁的杨洋很难理智地选择与高小斌分手。一是两个人都在北京，彼此断不了电话联络；二是杨洋上学期间没有收入，也无法独立生活，只好靠高小斌的资助来维持他的开销。于是两人就一直维持着这一段本应该不属于他们的感情。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杨洋跟高小斌一起回福建过年。腊月29那天，杨洋和高小斌到了厦门。杨洋催促高小斌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高小斌虽然满口答应下来，但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况且父母对妻子赵丽晶还是非常满意的。高小斌略带为难的表情还是被杨洋看出来了。当天下午，高小斌开车要回泉州的时候，杨洋为了坚定高小斌跟妻子摊牌的决心，要求送他一段。高小斌答应了，两人开车离开厦门。当高小斌驾车快上高速公路的时候，见杨洋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他就有点生气，以为杨洋要跟着他到泉州去闹事儿，催促自己离婚。在车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杨洋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高小斌越让她下车，她越不下。她赌气地说，就是要跟他一起回泉州，就是要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回去谈离婚。本来杨洋根本没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他出门送高小斌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没料到高小斌也不示弱，他恨恨地说，走就走，一起去跟赵丽晶说。两个人一较劲儿，他们就闹着去了泉州。在高速公路上，气哼哼的高小斌甚至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赵丽晶杨洋要到泉州。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以为高小斌开玩笑，因为这时候赵丽晶并不知道杨洋的存在。一路上，高小斌告诉杨洋，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女性。为了防止杨洋做出过激行为，高小斌劝慰杨洋，即使自己要跟赵丽晶离婚，也要分一半家产给他，这样到时候自己和杨洋就没有什么了，看能不能等一段时间再说。但杨洋很坚决的，即使高小斌最后净身出户，自己也可以接受。他们一路争吵着到了泉州，但杨洋没有勇气去见赵丽晶，毕竟自己的身份很尴尬。高小斌只好把杨洋安排到酒店住下。第二天就是大年30了，杨洋只好打车回了厦门。临走的时候，杨洋咬着牙叮嘱高小斌，让他尽快处理好。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泉州。在杨洋的催促下，大年30夜晚，高小斌跟妻子讲了杨洋的事情，提出离婚。赵丽晶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哭着跟婆婆讲了一遍。高小斌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大年30的夜晚，高小斌全家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一夜。事情闹到这一步，高小斌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过年之后，他们就匆匆回了北京。没料到他们刚到北京，高小斌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医治为借口随后赶来，目的是来北京看看促使自己儿子变心的杨洋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高小斌的妈妈来北京后，跟高小斌和杨洋一起住。这个期间，有时候看到高小斌和杨洋吵架，高小斌的妈妈就很不解，
既然你们喜欢吵架，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呢？高小斌的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杨洋跟高小斌的父母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高小斌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他们就认为是杨洋拿的。杨洋百口莫辩，这使得杨洋与高小斌两人冷战了1个多月。在父母面前，高小斌对杨洋态度也变得冷漠了许多。这次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杨洋伤害特别大。杨洋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高小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杨洋也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自己的身份是很尴尬的。高小斌的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了福建，他们无法拆散高小斌与杨洋，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但他们坚决反对高小斌跟赵丽晶离婚。时间来到1999年的上半年，杨洋22岁了。到了下半年，因为学业结束，杨洋离开了北大，跟高小斌生活在一起。由于他与高小斌矛盾的出现，杨洋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杨洋出国有2个目的，一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是逃避他与高小斌的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杨洋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他的母亲常年定居在加拿大，他们也希望杨洋能够出去读书。对杨洋出国读书，高小斌也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4月，杨洋去了瑞士，在一个学校学习酒店管理。杨洋以为这样远隔重洋，2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冷静下来。高小斌的越洋电话无时无刻就会打到瑞士，有时杨洋正在上课，他的手机都会突然响起来。杨洋在瑞士是边工作边学习，就住在学习的酒店。夜晚杨洋把手机关掉，高小斌找不到，他能从酒店的6层挨个房间打电话，直到找到杨洋。高小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脑子特别灵，有时候找杨洋同事喊杨洋接电话，杨洋的同事因为嫌距离远不愿意叫杨洋的时候，他就骗杨洋的同事说自己来瑞士了，正在机场呢，让杨洋同事满酒店里找他接电话。杨洋到瑞士的第1个月，仅仅是打越洋电话，高小斌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这更是杨洋坚定地认为高小斌是深爱着自己的。杨洋在瑞士的学习是3个月1个学期，一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高小斌就打电话给杨洋，让他赶紧回来。就这样，一到放假的时候，杨洋的同学都到瑞士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杨洋就回国跟高小斌团聚。杨洋的同学都开玩笑说，杨洋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随着阅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杨洋眼里，身为商人的高小斌慢慢变了，他们开始有了分歧。每次杨洋回国都发现高小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质化，这大概是高小斌长期在商场拼搏沾染上很多商人习气的真相。刚开始的时候，高小斌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后来进出口贸易不好做，赶上房地产热，他就改行做房地产。在高小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跟高小斌合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对高小斌的影响巨大。那个人在南方有3个老婆，广州1个，深圳1个，香港1个，还有5个孩子。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杨洋不喜欢高小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又无法劝阻他。为了应酬，高小斌经常在夜总会的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杨洋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恰好他跟客户在包房里唱歌，杨洋看见高小斌把手放在歌厅小姐的腿上，杨洋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高小斌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高小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这是杨洋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一次他觉得杨洋很不给他面子，把自己的客户得罪了，非常生气。他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见杨洋还不依不饶，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他脑袋打过来，把杨洋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前面我们说到，杨洋和高小斌的矛盾越来越大，慢慢的，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高小斌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而现在他在杨洋眼里完全变成了商人。在杨洋最终1个学期的时候，他从瑞士回国看望高小斌，这一次仍然是不欢而散。2人心灰意冷的去机场的时候，高小斌在路上告诉杨洋，在杨洋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妻子赵丽晶的名字买的。高小斌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不能买，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杨洋听后非常生气，觉得高小斌根本没把自己当回事儿，
高小斌还告诉杨洋说，这几天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高小斌的父母提出来的。杨洋一听就明白了，高小斌父母的用意是让他们巩固夫妻感情。杨洋伤心了，高小斌那么热情地把自己从瑞士接回来，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恩爱，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情妇的角色。自己转身一走，高小斌马上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深爱着高小斌的杨洋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机场，杨洋催促高小斌赶紧下决心跟赵丽晶离婚，但高小斌的态度依然是吞吞吐吐，一副左右为难的神态。就在首都机场，杨洋临时决定去泉州去跟赵丽晶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杨洋找了个借口让前来送行的高小斌离开机场，接着转身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飞往泉州的机票。在飞机上，杨洋在思考怎么要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后到医院急救的报道。一下飞机，杨洋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他想给赵丽晶喝下去。同时在寻找接近赵丽晶借口的时候，杨洋想起高小斌曾经提起过给赵丽晶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他给赵丽晶打电话，告诉赵丽晶自己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赵丽晶答应了。杨洋和赵丽晶见面后，赵丽晶询问自称是香港户籍办理人员的杨洋怎么办理移民香港的户籍。杨洋说移居香港要做身体测验，说完就给了赵丽晶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杨洋就让她喝了水银。见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杨洋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飞回了北京。赵丽晶喝完水银后，见杨洋神色慌张地离开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立即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高小斌一听赵丽晶描述给自己下毒的女人的情况，马上明白是杨洋干的。高小斌当天立即飞回泉州处理。而此时杨洋也乘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回到瑞士后，杨洋一直忐忑不安，唯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而赵丽晶被杨洋下毒后，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之后赵丽晶经过多方医治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尽管当时赵丽晶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但杨洋已经离开国内，加上赵丽晶后来痊愈，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经过给妻子下毒这件事情，高小斌开始疏远杨洋。杨洋对高小斌渐渐失望了，打算跟他分手。恰好这个期间，杨洋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想让杨洋到加拿大念书。2001年4月，杨洋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从国外回来，杨洋的心气也高了，加上价值观不一样，杨洋妈妈也强烈的要求杨洋跟高小斌分手。杨洋去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将来在国外定居；二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三是逃避与高小斌的感情。虽然高小斌因为杨洋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杨洋，但回国后他们仍然藕断丝连。高小斌为办签证的事情也是跑前跑后。这时候杨洋和高小斌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杨洋跟高小斌同居，现在高小斌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杨洋。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杨洋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居住。2001年6月27号深夜12点，杨洋从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高小斌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高小斌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杨洋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的时候，高小斌回来，一见杨洋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杨洋说自己有事想跟他谈。高小斌拒绝了，声称自己明天早上开会要早起，让杨洋先回去。杨洋没有走，高小斌把门打开，他们就进了门。进门后，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洋问了高小斌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杨洋，然后就进了卫生间。杨洋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杨洋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杨洋跟他说自己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高小斌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杨洋摁在床上。完事后，高小斌睡着了，但杨洋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考虑自己跟他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杨洋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高小斌醒了，看到杨洋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一边抢夺电话本，一边打一边骂杨洋。追打杨洋的时候，
高小斌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杨洋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高小斌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杨洋情急之下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杨洋冲过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杨洋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杨洋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杨洋立刻把刀拔出来，他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高小斌突然把杨洋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杨洋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总共有10几刀。最终他们都没有力气了，面对面坐在地上。高小斌跟杨洋说让他走，自己恨死他了。杨洋也狠狠地说就算要走也要带他一起走。然后杨洋把高小斌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杨洋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下楼开着高小斌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打车回自己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杨洋把高小斌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把他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杨洋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了一个更大的箱子。等杨洋从蓝岛大厦买了箱子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在打电话报警。杨洋知道是保姆发现了高小斌，就赶紧离开了现场。杨洋下楼到高小斌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医治手上的伤。杨洋在不久之后就被抓捕落网了。本就不应该发生的爱情，最终以悲剧落幕。两人优柔寡断，藕断丝连，也许真的十分的喜爱彼此，但是这段喜欢并没有出现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人最大的能力在于对自己的控制，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维护着社会的人伦道德。杨洋性格些许极端，而高小斌缺乏担当，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注定了应当形同陌路。遇人不淑的最坏结局可能也莫过于此。人们奔走世间始终避不开一个情字，不过在识人时多留一个心眼儿，终归是不会吃亏。当一个97岁身体尚好的独居老人请来保姆照顾时，他也许永远没有想到，来到身边的是一个职业老人杀手。2011年10月2号，蔡女士找到市桥西丽路上一家名为家辉的家政公司，给90岁的奶奶请了一名保姆。老人一向身体挺好，住在3楼，前一阵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所以才请了保姆。家政公司给蔡女士介绍了一个保姆，跟她接触后，保姆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算做2天，如果老人死了，你也要给我1个月的工钱。蔡女士当时感到很奇怪，为此蔡女士还特地向该保姆解释，不用担心这些，附近的医生近期已给老人家检查过身体，奶奶只是不能站立，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这位保姆进入蔡女士家仅仅过了2个晚上便出了事儿。2011年10月4号早晨，保姆跑到4楼她的房间外拍门，跟蔡女士说早上起床给奶奶换纸尿片时还和老人家说过话，可去2楼拿早饭上来不到半小时她就不行了。忙完奶奶的后事，蔡女士一家人才有空静下心来交谈，并对保姆产生了怀疑。特别是细心的蔡女士还注意到奶奶在还有体温时双手的指头已经发黑，但因为老人是在家中去世的，而且又是高龄，所以死因原因写的是自然死亡。10月5号是奶奶火化的日子，蔡女士一家也在这天结清了保姆的工钱，付了她1个月的薪水2600元。2015年3月，事情迎来了转机。原来是同村一户人家跑来跟蔡女士说，警方找他们做笔录了，他家的老人在保姆到家后没几天就去世了。那个保姆不是别人，就是之前在蔡女士家也做过的那个。蔡女士记得没过几天，她便被警方通知去属地派出所做笔录。警方问蔡女士是不是2011年在家辉家政公司请了保姆，以及请人的经过及老人去世的情况。2015年2月3号，广州警方确实通报破获一宗保姆杀人案。经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陈某以照顾老人为名，为谋财而故意杀害其照顾的老人，还故意制造老人自然死亡的假象，企图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据被害人蔡叔的遗孀女姐回忆，2011年年过7旬的蔡叔在中风后回到家中，
自己为了照顾丈夫，于是去到西丽路的一家家政中心，希望再找一个保姆。家政中心的人就喊了一个叫阿婷的保姆过来。女姐记得这个保姆年近50岁，讲的是白话。当时该保姆还特意跟女姐说，如果没够1个月，也要收1个月的钱。女姐也答应了她的要求。保姆阿婷回到家中已经是下午3点多，女姐当天跟她吃过晚饭后，还特意给了她50块钱，让她第2天买早餐给丈夫吃，然后就叫她回去离所住地不远的旧屋照顾丈夫。第2天上午，刚好有村里的早茶会，女姐7点多出门去喝茶，到了上午9点，蔡叔的弟弟突然打电话给她，叫她赶紧去找儿子回来。蔡叔已经不行了。在蔡叔去世的当天，这个保姆多次要求要离开，但是蔡家人还是要他过完守夜，出完殡后再走。临走前，他还问蔡叔家人拿了铂金，发现这个保姆是毒保姆，已经是3年多之后的事了。2015年1月初，在番禺张边村的一名冯姓老人离世，女姐恰好有一名亲戚去守夜，竟然在现场看到了原在蔡叔家工作的保姆阿婷。跟死者儿子冯先生搭话后，亲戚发现这名保姆照顾了死者也只有短短1天，死者就去世了。蔡叔的亲戚于是便跟冯先生说了女姐家的情况。冯先生表示，当时听完便觉得可疑，赶紧报警，并且找来了法医，最终将这名叫陈玉平的保姆当场捉了。对于当时的细节，冯先生并不愿多讲，但他表示在自己父亲之前，这个保姆可能已经毒害了多人。据女姐透露，自家那位亲戚发现蹊跷后，从冯先生家拍了当时保姆的照片，让他辨认。她这才知道丈夫多半也是惨遭保姆阿婷的毒手。同样也在2015年初，警方也前往她家里拿出嫌疑人阿婷的照片让她指认，并录了口供。2015年12月23号，陈玉平因涉番禺区张边村冯家96岁老妇被害一案出庭受审。此外，他还涉嫌谋杀多名临终老人，谋害人数不太准确了，但由于死者已经火化，时间较为久远，缺失相关的证据。记者核实，陈玉平照顾不久即发生死亡的事件已有6宗，分别是张边村冯兴家、张边村方先生家、蔡边村蔡女士家、蔡边村女姐家、蔡边村彪叔家以及沙园村何先生家。陈玉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日凑足钱供家里的孩子们上学，将他人的生命视为蝼蚁，毫无疑问，这是对生命的漠视与践踏。陈玉平早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凶中变得麻木，人性可能也早已泯灭。证人徐某的证言称，他认识陈玉平，大家都叫他鸡平。鸡平的名字由来是陈玉平专门指死鸡的，也就是专门整死临死或病重的雇主来赚快钱，所以行内人都称呼他鸡平。鸡平会用手掐死那些雇主来赚快钱，因为做病重的雇主的单子，行规是受雇后无论做1天或者多少天都是收1个月的工资，所以鸡平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赚快钱。行内这种工作叫快餐，